欢迎来到 News TT70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长相思，世上痴情之人何其多，如涂山璟这般智者实在难求。古装电视剧《长相思》众多 CP 中争议不断，可谓是 CP 大乱炖啊！可是众人之中，唯有邓为饰演的涂山璟的赞誉最高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我们先来看看涂山璟这个人物身份的特别之处。涂山璟是青丘的二公子。目前从他的一些回忆中，我们能知道他自小便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华贵公子。结合世人的说法，世人说青丘二公子智谋双绝，才观天下，是天下所有女子的梦中佳婿。枪玄也说非常想和涂山璟痛痛快快地下一次棋。另外，据原著描写，涂山璟陪轩辕皇帝用神族特制的方寸棋盘下棋，此棋盘就是一个世界，天地山川皆在其中，可四野征战，逐鹿天下。后来皇帝这样评价涂山璟：可惜你志不在子，可庆你志不在子。可见涂山璟并不是一无是处，虽然他武功不高，但是智商无出其右。被救到回春堂后，用玉童洗澡的时候，因为留意到小妖害羞的神情，就能判断出小妖是女子。在他俩被枪玄抓去浩陵的囚车上，单凭小妖给他喂血疗伤，结合事情的前后，便能推测出之前小妖脖子上的吻痕是香柳吸血留下的。而且在小妖口中确定之后，马上就找准时机表露自己的心意。看似普通的情节，但其实需要这个人有足够的观察力以及信息整合的能力，最后根据自己手中的筹码走出下一步。别再说这是最简单的一步了。小妖认出枪玄之后，小妖表现得那么不舍和慌张，枪玄愣是没声响，只能说明枪玄不在意那个时候的小妖。长相思剧中很多粉丝觉得小妖和香柳之间的情感实在可惜，香柳和小妖产生了精神上的共鸣，香柳是懂得小妖之痛，会去弥补小妖的伤痛，比如说给他短暂的相伴，给他自保的能力。但其实涂山璟也早就明白了小妖，只不过他在没确定心意之前总是默默的付出。小妖第一次和还是夜17时候的涂山璟生气，因为把后背交给涂山璟了，回头却发现涂山璟离开了。涂山璟能看出小妖为什么生气，他道歉时说了，不会再有第二次，在你想要依靠一下的时候却找不到我，永远不会再有第二次。注意这里是涂山璟自己看出来的，香柳是特别的，小妖和他在一起不理解他的作为，有时候会吐露自己的心声。香柳是通过和小妖的互相诉说，了解到小妖的与众不同，而小妖在涂山璟面前总是给他信心。夜17疗伤时，他说的是总要向前看，会好起来的。涂山璟没有香柳那样的契机，但是他会留意小妖的所作所为，留意小妖的情绪，并且明白小妖，理解小妖，支持小妖。在被枪玄围困的时候，他决定自己留下来阻拦枪玄，让小妖离开。小妖离开之前，他希望能够看一看小妖的真容，小妖拒绝了。我们这才恍然大悟，涂山璟对小妖的真容是真的一无所知，看一眼也是希望自己以后能够再找到他。当然了，小妖拒绝了，小妖没有告诉他找不回真容的原因，只是拒绝。不过涂山璟还是义无反顾，并且安慰小妖，自己是青丘的公子，就算有危险，别人也不敢伤他性命。但是后面他出去面对枪玄的时候，却说自己只是夜17。他聪明至此，怎么会不知道青丘和西岩其中的利害关系？但是此时他一定要救下小妖，同时他也要保护青丘。这一刻他是打算牺牲自己。后来即便是陪着小妖去见浩陵王，他说的依然是草民夜17。可以说青丘二公子是他的护身符，他不愿牵连，所以说自己是夜17。但是在生死不明的时候，
一个普通的叶17可能会被牵连，随便丢了性命，他却没有退缩，这份爱意难道还不够吗？本来已经打算远离纷争的涂山璟，后来为了小妖，又决定回去掌握青丘的王权，竭尽所能地帮助小妖和枪玄。面对伤害过自己的哥哥，何妨风一应也是一再忍让，并非他没有能力，而是他的心底始终存着一份善念和坚持。涂山璟曾经对小妖说过：“行之美，人人可见；心之美，非眼能见到。我愿意独享。世间之事，假之毒药，乙之蜜糖，全凭个人所感。”涂山璟还说过：“情谓之一字，不可用利益去衡量。父子之情、兄弟姊妹之情、朋友之情、男女之情，这些虽然看似简单寻常，无处不在，可他们都千金难寻。世界上痴情之人何其多，有些人是捉智固守，有些人聪慧尤丹，但是如涂山璟这般智者实在难求。当真是基石有玉，列松如翠。”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！